口喉消肿止痛治溃疡，3金牌桂林西瓜霜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你何必来趟这浑水呢？公事公办，不畏惧任何人，不就是改革的意义吗？口喉消肿止痛治溃疡，3金牌桂林西瓜霜，邀您观看林深见鹿。我倒想了，优化方案倒不是不能做，主要看我怎么做，想给他看什么。所以呢，我就先应下来了。咱俩商量商量，看怎么弄啊？你说这严帅吧，他是怎么想的呀？按理说，咱俩避嫌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能让咱们俩去配合他工作呢？因为咱俩最合适。烦死了！你天天的就你眼好看。哎呦，刘总监，刘总监。那个要不要给你拿？我给忘了，在那边。你说咱俩怎么合适啊？严帅带的调研组在公司现在就是最大的机会。你想啊，本来林少涛在 VG 的声望就高，他现在推行的政策又人心所向，调查组一来，所有的人都会产生抵触情绪，不管将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。大家都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弹。严帅意识到这个问题了，他认为我们两个可以为他所用。那咱俩当枪使啊？差不多吧。也对。全公司最向着涛总的2个人去调研组配合他工作，这样就把所有人的嘴都给堵上了。你向着啊，我谁都不向着。行，那你说我怎么弄？事儿都找上来了，要不我随便糊弄一下？没必要。你糊弄过去，对你也不利，对林少涛也不利。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，该配合就配合，公事公办。笑话，我能对涛总公事公办吗？我认真的告诉你，我认为林少涛，他经得住查。你什么表情啊？你前夫，可不是你了解吗？收到了。这怎么回事，江南？居然来这么一手！喂，涛总，严帅已经向公司发全员邮件了，说以后刘总监和简爱姐会具体负责配合调研组的所有工作。这不是明摆着要拉着 HR 和行政部一起来对付咱们吗？他这么做符合公司规定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而且既然他已经发了通知，就证明他跟简爱和刘映霞已经沟通过了。那我们以后的工作开展起来岂不是更困难？您看要不要找他们沟通一下呀？不用，这2个人都是公事公办的人，他们不会维护谁的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哦，我收到艾达给我的邮件回复了。他怎么回的？他说他很抱歉不能准时参加我的生日派对了，但是礼物会送到，他也会在我生日后不久来中国。艾达还说他很想念中国，最近美国的天气不是很好，要是中国的好天气能分美国一点就好了。您说艾达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总部分成了2派，一派是支持我们本土化改革的，另一派是向美国投诚。现在就是2个方向之争。所以
艾达说美国的天气不好，应该是想向我们表达，美国的市场前景并不好。而严帅是美国派，他回来的目的，可能就是让本土化进程停滞或者倒退。所以艾达说的时间问题，可能是想告诉我们，严帅在中国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。那陶总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把市场部、公关部还有销售部的负责人都约出来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安排。VG 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在这间会议室开的，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。我想请问你们是在找窃听器吗？我们在美国吃过这样的亏，理解一下。都坐下吧，咱们开会。开会之前呢，我宣布一件事情啊，这次咱们的调研工作由行政部跟我们一起共同配合完成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简爱、简总监也算是咱们调研小组的其中一员了，欢迎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应对，应对的人是VG中国运营部总监林少涛。这姓严这小子也太嚣张了，带几个刚过实习期的小屁孩儿，去您办公室一顿搜，真拿自己当钦差大臣了。自从您入主运营部以来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，总部不可能看不见。他这么做，搞得人心惶惶的，大家还以为总部要对您下手。或许这正是他的目的，利用职务之便打击陶总威信。我们不是故意搞他，是严帅这小子欺人太甚。陶总，您说话吧，您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我们有把握营造一种氛围，就是自从这个调研组进入以后，我们的工作是停滞的，甚至是倒退的。我是做技术的，从技术的角度想，现在是系统内出现了一个病毒。如果我们先进行一次小规模区域内的宕机，然后重启，至少一定有利于接下来的杀毒工作。陶总，我同意宋颖的说法，如果现在不杀毒，整个系统都有面临崩溃的风险。杀毒也好，宕机也罢，其实我们现在根本是没有这个时间跟他们去缠斗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次系统升级，一旦完成，这病毒也就自动被清除掉了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未来能够解决现在，所以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保证 VG 的工作正常推进，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。即便是调查组找到你们每一个人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正常配合他们工作。那这样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在示弱呀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影响咱们现有的构架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，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。而调查组针对我个人的调查，实际上也阻碍不了我们的脚步。所以说，大家就正常工作，完成我们的目标，就是对质疑最好的反击。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呢，所有被调研评估的高管都会产生一种抵抗的心理和行动。林少涛也不例外，更何况他是一个煽动能力极强的人，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。严总，林先生的行为如果很过激的话，可能会导致 VG 中国未来和现在的项目停摆，严重的话可能会毁坏。没错，大家怎么看？我是觉得我们对林少涛的态度可以温和一些，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嘛。那如果双方发生一些激烈的、不可预估的情况的话，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所以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让步。那我告诉你我的态度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
我绝对不会退让半步。接下来，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，每个人都写一份应急方案，发挥你们的想象力，把你们能想到的所有的突发状况都写上去，然后尽快交给我。严总，你看啊，现在这个 VG 的本土化改革，正是因为林绍涛所做的努力才构建的方案。那他这么做的意义，其实就是防止有人只手遮天嘛，包括他自己。所以，咱们这个方案还有必要吗？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做两手准备。以我的直觉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会出问题。贾宽，你洗脸的时候能不能别跟洗大象似的，弄得到处都是水？我脸有那么大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能这么对小涛，太不仗义了。什么仗义不仗义的？调查组都找我头上了，我躲得过去吗？躲不过去就辞职呗。我凭什么辞职啊？凭什么我辞职啊？反正你也得家里好好养胎，我不希望你那么辛苦。再说了，这严帅想利用你来对付小涛，我绝对不能同意。林绍涛是你哥们儿，他也是我朋友，我自己有分寸。我就怕你到时候身不由己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在家里边待着呢。我还不相信我一大老爷们养不活这个家，大不了我回去干我老本行去呗。你别动不动就跟我说在家待着啊！什么老本行，养绿植啊？你忘了你以前血本无归了？他能养活我吗？那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能一样吗？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反正我就是不会离开 VG。我怎么还说不通你了呢？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不就担心你哥们儿吗？你不就怕你兄弟受伤害吗？更怕你媳妇儿把你兄弟给伤害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林绍涛的人品你不了解吗？啊，能查出什么呀？反正我相信他，你爱信不信？进。严总，今天公司有什么状况？没有。那有没有人无故旷工啊？也没有。不过倒是市场部的陈总把这周的休假给取消了。哦，对了 ，HR 那边一大早也接到了涛总的休假申请。什么理由？他说如果他在公司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到调研组的工作，所以需要回避一段时间，就申请休假了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好。夏助理，严总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联系不上陶总，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吗？陶总请假了。我知道，我找他有点急事儿。严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在陶总的私人时间打扰他。好吧，谢谢。姐，严总，您要的有关于涛总的资料。辛苦了。应该的。陶总请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应该在去网球场的路上。哪个网球场？陶总，
我陪你打一盘。好啊。休息一会儿啊，喝点水。我发现你身体素质特别好，爆发力强，步伐也好。但是呢，从你的球风上来看，有点激进，不管不顾的打，这样特别耗费体力。不错，分析得很好。但你总是在寻找别人的问题，不够专注于自身，这也是问题。其实，我并不太在乎我们之间的输赢，我更在乎的是，我们之间是否能够共赢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危机面临巨大的瓶颈，急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。当然我是，你也是。我很欣赏你的能力，但是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和方法是错误的。你有时间琢磨我，还不如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错。我再送你一句话：认定别人是错的，也不代表自己是对的。这是一个很基础的辩证法。固执没有用。你知道现在危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老牌企业的必然陨落。当然，这个问题没法解决，就像人有生老病死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危机躺在病床上。我的观点是，我们更应该张开双臂来拥抱美国市场，因为那儿有资金，那儿有技术，这样危机可以很体面地活下去，对吧？你的解决办法就是让VG像植物人一样躺在病床上苟延残喘。而我恰恰就是想让他重新站起来。哎呀，陶总啊，你还真是一个极其固执的人。来，那我们就再打一盘。哎好，哎，宽哥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啊，不是让我去找老赵去吗？昨天你回去去了刘总监没有？没动力。我就知道吃不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我老婆说了，这事儿呢，她肯定会公事公办，不会刻意去刁难陶总。这跟刁不刁难没关系啊，这事本身就恶心人啊。我知道，但他现在就在那位置上，也没办法，大家互相理解一下。我跟你说，简爱姐已经带着严帅去找陶总了。啊？都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到底向着谁呀？
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刚才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严帅刚才来找我了，他问涛总去哪儿了，我没告诉他。然后他就去找简爱了。对呀。你怎么知道是简爱告诉他的呀？那除了简爱姐，还有谁知道涛总在哪儿啊？也是。你也休息一会儿吧，喝点水。我突然发现，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变球风，这说明我刚才说错了，你没那么固执。观察对手固然重要，最终能不能赢球，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优势。当然，专注力还是第一位的。没错，你说的很对，结合很重要。陶总，我希望你明白一点，我不想跟你成为敌人，你没有敌意，我只是想让你认同我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能放弃本土化改革。我们俩合作，你的成果会让我在跟美方谈判的时候加大筹码，而且之后我会向总部建议，让安迪的位置你来做。严总，那么多血淋淋的教训，难道你真的没看到？你所谓的谈判，就是投降，跟魔鬼做交易，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肢解。这些我当然知道，但是在霸主面前，再怎么挣扎都是徒劳的。面对现实吧，咱们俩合作，就算是投降，我也可以给你最好的条件。不，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背水一战，重获新生。勇气可嘉。但是这个想法太天真了，因为 VG 现在没什么牌可以打了。恰恰相反，我认为此时的 VG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。专利研发还有它的品牌底蕴，尤其在这么一个高速发展、有无限可能的国家，将一定是它重生的地方。所以，本土化改革必须进行下去。将 VG 和中国市场相结合，看上去是挺美好，但是现实情况是风险巨大。如果搞不好的话，那就是加速 VG 的衰亡。陶总，我觉得我没必要再内耗下去了。加入我们一起来找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拯救 VG，而且以你的能力，在功劳上一定在我之上。要不你还是加入我。虽然你的能力的确不是太强，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。你这么说，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。哎，说对了。你说了这么大半天，就这句话是最对的。好吧，
那既然谈不拢，再打一盘。如果你赢了，我离开魏晋；如果这局我赢了，你必须要听我的。好。要不算了吧，今天不打了。我们俩的战场不在这儿。来溜，来一个，哎，仙人掌，哎，你是不是闲的呀？我怎么闲的了？没看见园丁在给你布置办公桌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电脑辐射啊，对孕妇危害特别大。咱得摆点花花草草替你挡一下，这哪能让你一个人都吸收了啊？摆完了吗？摆完了。那出去吧。还有东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围裙。时代的进步，科技的曙光，超大码的黄湖色湖。来，穿上。时尚吗？这跟时尚有关系吗？我干嘛非穿超大码啊？丑不丑啊？这衣服？这年头健康就是时尚，我给你买超大码的吧，是让你舒服。你弄一小的裹在身上，那不舒服呀。来来来，换上换上。行了，你放这儿吧啊，我一会儿穿，我赶紧把人弄来。现在就穿上。不是，我着急赶紧把这约谈方案做完，拖太久的话就有帮涛总开脱的嫌疑。你赶紧出去吧，放这儿吧。我知道，这不妨碍你穿上这个呀。快点，我来给你弄。来，哎，来，我跟你讲啊，又健康又时尚。好，怎么样？这就安全多了。满意吗？满意。来，继续。你坐这儿干嘛呀？我陪你一会儿啊。我不用你陪，你出去，我一个人能行。你这天天加班，我都心疼了我。哎呀，我这还剩一点儿了，我今天就能做完。你赶紧出去，你睡觉好吗？你说这小涛也是，天天让我老婆挺着一大肚子给他加班，等着吧，等我孩子生出来，我非得讹他一大红包不可。走。哎，不能拖这个啊！我一会儿过来抽查。我知道了。我走。怎么样？不错，非常的专业，而且很全面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有进步啊，再接再厉，保持下去。你不知道，我爱喝的不是这个呀。我知道，机器坏了。每次跟爸爸出来玩都好开心呀。那我得感谢艾米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还没时间到这些地方来玩呢。那是小星星。
你这个爸爸真的是当了越来越熟练了啊！嗨，孩子开心就好。说实话，艾米虽然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但是我明显发现，他这几天笑的次数，比过去这么多年加起来还。那是因为你太忙了，没时间带他出来玩。周一鸣，其实我很担心艾米会依恋上你。还有小星星。但是每次看他这么开心，我又不舍得让他再难过了。唉，顺其自然呗。怎么了？想你的小女朋友了？艾米，什么小星星？这个。你看那2只小黄鸭，你看见了吗？我带你看看去。好。快走。不错，挺严谨的。谢谢严总。但是你这个方案啊，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模板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明白。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是，我想请你制定一份关于调查林少涛的约谈方案，但是这里边关于涛总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，我觉得有缺失部分。严总，您不如直接说吧。您觉得哪部分缺失了？您到底想针对涛总哪一部分？我从来不会针对任何人。啊，对了，这2天我又把你的优化案重新看了一遍，确实不错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贾宽。贾宽的分数那么低，可是到最后，他不但留下来了，而且还调到了运营部。为什么？关于贾宽的问题，虽然他的分数很低，但是分数低就应该被优化才对呀。那么多被优化的人，为什么你们 HR 只针对这个人做出了研究呢？我知道，是林少涛，是涛总专门向你们 HR 发了一份调职申请，这才保住了贾宽。当然，涛总作为运营部的总监，他有这个权利。但是我看了一下这段时间贾宽在运营部的表现，并没有什么亮点，而且之前的行业论坛，贾宽是没有资格参加的。但是他后来却擅自离岗，是林少涛给他补了一个与会资格。刘总监，我特别想问问你，你作为 HR 部门的主管，就没有一丁点怀疑林少涛在徇私吗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贾宽和林少涛是大学同学，而且是同班同宿舍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是我让贾宽去的行业论坛，跟涛总没关系。你让他去的，什么意思？
因为贾宽担心他怀孕的妻子身体吃不消，他是去照顾她的，而且是我推荐他去的运营部。怀孕的妻子，严总，贾宽是我丈夫。好了，我们没什么想说的了，你可以去忙了。谢谢。爸爸，我下次还想去海洋世界玩。海洋世界有那么好玩吗？美国不是也有海洋世界？但是美国的海洋世界里没有爸爸。嘿嘿。左边是爸爸，右边是妈妈，这些是最漂亮的艾米。你别误会啊，这个不是我教他的。走了，艾米，回家。好的。好，我们把手放好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。您这边请。您稍等一下。6、7、惠子老师，麻烦出来一下。嗯，好的。怎么了？惠子老师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康女士。惠子老师，你好。这是我女儿艾米，我是康如。你好，艾米，快跟惠子老师打声招呼。惠子老师好。艾米你好。啊，康女士呢是想让艾米来咱们学校学跳舞，而且啊，她还指明要请你来亲自教学呢。可以啊，正好我在这上课呢，那让她上节体验课吧。惠子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让你啊1对1的教我们家艾米。啊，那可能不太行。当然可以了，咱们呀先让艾米上一节体验课，如果满意的话呢，我们再让惠子老师对她进行单独教学。可是我那些学生，咱们学校这么多老师，不差你一个，你那些学生分配到别的班就可以了。那惠子老师，麻烦你了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安排教室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惠子老师过来一下。惠子老师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惠子老师长得好好看呀！你喜欢惠子老师啊？嗯。好，那一会儿咱们先上一堂课看看。惠子老师，刚才幸亏我及时拦住你了，否则的话，咱们可损失了一个大客户。你知道康女士刚才怎么说的吗？怎么说的？人家讲了，只要你教得好，她不光让孩子在咱们这儿长期学舞蹈，她还会考虑给咱们学校投一大笔钱呢。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人家那叫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要加油啊！陶总，稍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好啊。哦。喂，陶总，
是这样啊，如果你不忙的话，能不能来我办公室聊会儿？现在吗？对，现在。好，你稍等，我马上过来。好的。陶总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回来。喝茶。陶总，坐。怎么样，陶总？假期过得还愉快吧？欢迎回来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客人欢迎主人回来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我跟简总监呢想跟你一起商量一下运营部接下来的工作问题。运营部只对安迪负责，所以其他任何部门无权插手我的工作，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探讨。这个我知道。是这样啊，现在情况呢比较特殊，调研组呢正在对你进行评估，所以我建议接下来运营部的工作还是以收尾为主，就不要再有什么新的动作了。什么意思？其实在对我下达命令吗？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也是你的建议吗？陶总，其实呢，我跟简总监这么做呢，都是为了你好，甚至说我们想保护你。毕竟调研工作还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尴尬的局面。谢谢，谢谢你的建议，但是我不接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很遗憾。那我们就让简总监对你实行质询权。